你们知道吗？中国现在变成了世界上最有钱的一个国家。虽然说对于生活在中国的老外来说，我们觉得这个很正常，因为我们知道这边实际的一个情况怎么样。但是这个还是一个非常厉害、非常棒的一个消息。其实这个消息是上个星期的消息了，说的是中国整个国家的经济，就是整个国家的价值，最近已经超过了美国，也就是可以说变成了世界上最有钱的一个国家。这个消息你们听说过没有啊？听完了之后，你们的感受怎么样啊？是不是和 Marky 一样开心呢？你们可以在评论里面给我分享一下。如果你们还不认识我，我的名字叫 Marky， 我在中国，在四川成都。今天我就给你们讲一下中国变成世界上最有钱的一个国家的原因是什么， Marky 是怎么看的这个事情。然后接下来还要给你们分享一下我觉得最厉害的一个点是什么。如果你们准备好了的话，咱们就直接开始。我的朋友们，今天又是一个美好的一天。上午的时候已经去健身了，把今天运动的任务完成了。中午吃了牛肉和红薯，我最喜欢的。下午再喝了一个咖啡，然后接下来要忙一下，要工作。然后成都这边的天气今天还可以，还不错。今天只有一点点太阳，但是这个空气和天气还不错，可以。今天我们这边是一个很漂亮的天空，待会儿我要出去散会儿步，享受一下今天的天气。然后你们看一下，如果你们看了我的上一个视频，你们会发现在上一个视频中 Marky 的头发还长着，今天我终于把它剪掉，现在的感觉很爽，很舒服。那么我想咱们搞快点开始讲今天的一个话题。首先呢，我想给你们念一下这个数据。根据一个全世界非常出名的特别大的一个市场调查和咨询管理公司来出的报告，中国在今年的时候变成了世界上最有钱的一个国家。全世界的经济现在达到了514万亿的美金，也相当于是现在世界是最有钱、最富有的一个时候了。最近20年的所有的增加里面，中国这边占1/3。中国这边的经济从2000年到2020年，从7万亿美金增加到了120万亿美金，也就是说在20年的时间翻了17倍，这个太夸张了吧。在同样的时间内，20年的时间内，美国翻了1倍，也就是增加到了90万亿美金。所以如果我们简单的算一下，我们就知道了中国这边最近已经比美国那边的经济多了30万亿美金。然后还可以这样说，全世界所有的国家的经济里面，中国这边占1/5。我真的觉得这些数据有点可怕，真的是不敢想象这20年的发展有多快。但是其实对我来说还好，我在中国已经生活5年多了，我已经非常明显的看到了、感觉到了中国这边发展的速度。所以说我一直都认为这个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而且这个时间比大家所有的人想象中都来得更快一些，快很多。其实
那么咱们一起来想一想，为什么中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这么快速的赶上了，甚至都超过了美国呢？我个人觉得有一部分原因也是2020年开始的新冠肺炎的疫情。我们都知道这个事情对全球所有的国家、所有的人都是一个特别大的挑战，非常困难的一个情况。我们也知道很多国家对这个疫情的态度、措施和想法都不太一样。那么到了现在，差不多2年之后了，我们所有的人都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到、感觉得到，中国这边控制这个新冠肺炎的疫情，虽然说也非常的困难，也有一个特别大的代价，但是效果比其他的国家要好很多，控制的更快，控制的更严格、更严肃，而且控制好了之后，这个经济所有的日常生活恢复的都比较快。恢复的快的话，中国这边的经济肯定增加的更快，而且这边的经济也会涨得更快。但是在国外就不太一样，因为他们这段时间基本上没有一个很大的增加的很慢，因为他们到现在都还在忙着解决这个疫情的问题。当然还有一部分原因就是中国人。Marky 在中国已经待了5年多的时间了，我看到过非常多的东西，接受了很长时间中式的教育，也学会了不少的东西。我也看到过特别多上班的、工作的、做生意的人，天天特别辛苦的在工作，在赚钱，在为国家的发展工作，大家都一起团结，都想把这个事情做好，都想帮助，都想贡献自己的一个部分。所以我是觉得这2个原因放在一起，第一个是疫情解决的能力非常厉害，非常快。第二种就是中国人民的努力和团结合作的能力，就让中国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强大。现在在经济上面已经超过了美国和全世界其他的国家了。那么当然这个消息，这个事情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但是你们知道 Marky 个人觉得最厉害的一个点是什么吗？中国和中国人做到了这一个点，但是还是保持一个非常和平、公平、非常谦虚的一个状态和感觉。可能很多人、很多国家做到了一个很厉害的事儿，他就会开始说：“哎呀，我们是最好的，我们是最厉害的，现在就可以开始休息一下。”但是中国这边就完全不是这个样子了。中国这边差不多就是，我知道了，这个很好，但是我们还是要继续努力，继续加油，继续做，越做越好。这么客气，这么谦虚的一个状态的一个表现，对于我来说，不知道哈，可能是因为我是德国人，所以说我会觉得是非常舒服的，会让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厉害。然后现在还有一件事情 ，Marky 特别想解释一下，因为经常也会有很多外国的朋友们会看到我分享出来的视频，我想大部分的外国朋友们，他们听到这个消息，他们肯定会特别的惊讶，他们可能无法理解这个事儿，因为之前大家都觉得中国这边是挺穷的，但是他们并不了解这几年的发展的速度有多快，有多可怕。所以我就来到了成都这边的万象城，这里离我家很近，而且这边你们可以看到的差不多所有的东西都是前几年才修起来的。成都万象城对面的这个餐厅、小区，这条路，连这个公园都是前2年才修起来的。商场新的，写字楼新的，对面的小区新的，在后面那个商场
也是新的。哎呦，这个里面的小区也差不多了，上次还没有修完，现在已经完了。然后在前面还在修，对面这个地铁也是新的。而且你们得想一下，得考虑一下，成都有多少个这样的地方，或者发展的更快的地方呢？全中国有多少个像成都一样的大城市，发展的非常快的城市呢？这样想想，我觉得还是很好理解，为什么中国这几年发展的这么快，为什么这么快就超过了所有的国家。但是其实没怎么来过、看过、了解过中国的老外们，我觉得他们不了解这边的情况、发展速度等等，也是非常正常的。还是建议他们多来看一下，多来了解一下 Marky 分享的视频。但是我觉得我的朋友们来都来了，咱们进去到万象城里面，然后找个地方坐一会儿，喝个咖啡，这样也会更好一些。我的朋友们太安逸了，喝完了，我的朋友们每次在外面喝咖啡都会感觉特别的舒服，特别安逸。然后现在已经到晚上了，马克准备回家喽。到家喽，我的朋友们，我真的希望现在我们的外国朋友们能够理解，能够知道中国发展的速度有多快，什么叫中国速度。但是今天你们听到这个消息，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有钱的一个国家，你们的感受是什么呢？你们是不是跟马克一样开心呢？请你们在评论里面分享一下。如果你们觉得这是一个好消息的话，希望你们可以去跟你们的朋友们分享一下，给他们宣传一下这个事情，还有马克的视频。今天的视频，如果你们觉得比较有用、比较有趣的话，希望你们可以帮我点个赞，关注一下马克，当然我也会很开心的。今天的分享就结束了，朋友们，咱们在下一期视频见。